然后挂画哦，我现在认为还有一个效果哦，就是没做不知道哦。我做了之后回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个效果，就是说你那个房间哦，墙壁哦，大面积的地方，你就来给它挂个画哦。为什么？因为这样啊，除了是让它变好看以外，还有一个效果是，你就是阻止租客在那边东搞西搞，你知道？你那面墙白墙哇多好用，我们男的都没差哦，就不管它。女生哦，那会怎么样？哦，那上面可以挂很多自己的东西哈，贴纸啊、照片啊或者是什么，那都有风险会造成那个。像我是有办法处理墙壁啦，所以我没差哦。如果你不太会处理，或是你因为那个租客觉得这里太空了，去钉个什么东西，然后之后也没跟你讲，反正他画后来就撤掉了，墙上有洞你又不会自己补土，你要请师傅就得不偿失了。你就是让画去占据那个墙，然后也是另一种暗示，就是告诉租客说这边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保护你的那个墙面。我现在想起来是这样哦。那增加视觉的丰富，你就把这个墙给它用掉，不然他自己不会再想去那边东搞西搞这些东西。房东爱用招数，一幅画加快出租速度。先说结论挂画很好用。如果你不想去动其他贵的东西，比方说墙壁啊、重油漆等等的话，你多选2幅画会好看很多。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退休宅要怎么装潢，想成无障碍这样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挂画对拉租金有奇效。我们继续来讨论能拉高租金的小物。那这是我们来讲挂画。首先我们看这篇外国的研究，那它的内容是在说，如果我们在客厅放一个色彩鲜明的抽象画，或者在卧室放一个色彩比较协调的风景画，都能够增加视觉的趣味进而提高签约率。然而有挂画的房子出租的速度也会比没有挂的还要快。这样，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对比图。第一张就是客厅有挂抽象画的图片，你会觉得很好看还不错。这样，那至少你会觉得说这个房东有美感。然后我们看第二张，就把这幅画拿掉以后，是不是这个客厅看起来就普通了？那591上面一抓一大把都是长这样。好，那一幅画多少钱？这是 IKEA 的价格比较贵。要买画我就去虾皮了，我就不会去选 IKEA 了。那这个画你不一定要选IKEA，我只是拿给你看主要是要让你参考这个尺寸。它尺寸很奇怪叫118乘78公分对开。挂在客厅的画，这个大小其实差不多，虾皮上就有很多，你就挑一个你喜欢的就好。再来你要知道画要怎么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画要怎么挑。那这个我就建议你说你都走安全牌，例如说你尽量挑选一些抽象，然后山水或是城市的剪影这种的摄影作品这种的，然后色彩的部分柔和一点，不要去挑到什么很鲜艳很强烈的红色。例如说这种它没有不好，你单看蛮漂亮，但是在搭配的时候会很不好搭配。那怎样叫做安全牌来一样，像 IKEA 的这种都是安全牌，就是你看起来要素素的那其实都没什么大问题。然后你要挂画也不用钉墙了。现在的话，那个水燕不是有出那个无痕挂钩吗？你用这个就可以了我也用过，蛮牢固的，挂了1年多也没有掉下来。最后你要知道挂画的小技巧，然后跟你分享一下一些挂画的技巧。第一个就是高度，你画的中心点他们叫做画心那位置差不多可以放在距离地面145到150公分左右的地方，这样会符合大多数人的视线的高度，就不用抬起头来看你的画或者是什么显得有一点点压迫感。第二个画要买多大我们一样以刚才的图片为例，如果你是放客厅的话，我是建议你就抓沙发长度的70%上下，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服。那卧室的话就看你要不要这样放要放的话3幅这个垂直长幅，如果你要放2个的话，让它错开上下有点，反正就2幅，你这样放很奇怪，又不是要放对联就这样子有点错落这样那这个卧室感觉就会变好看一点这个不一定要放，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怕睡一睡画会掉下来砸到头之类。画很神奇就是你最好就是照着人家你觉得漂亮的画，它怎么挂你就怎么挂你自己去调那个间距你怎么调你都很奇怪真的你买回来挂你就知道了。你也可以留1-2个位置放空的画框，来让房客自己决定要挂什么这样这个做法通常也有几率会提高租客来租的意愿，因为他可以有自己的装潢嘛他可以有自己的回忆照片放在墙上嘛又不用花多少钱。那一样我在虾皮有看到几个不错的挂画，我会贴在留言区，你可以去看看，有需要
的话你再买。那我也得跟你讲，我那个放留言区的商品有那个虾皮的分润连结哦，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试试看说这个分润也跑起来效果是怎么样。那钱太少了，那有需要的话你再看看就好。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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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来讲八卦讲八卦。我那个会员影片这改造出租屋的那个不是就直接挂给你看了吗那我的心得是这样我的心得是真的我就是看一下的画，如果有2幅它怎么挂它的间距怎么抓，不然真的会很诡异你就用估的，不然你2幅画都那么大幅，然后你中间留一点点缝这是一种，没有不行这样一种是差别在哪里那你就看IKEA，你觉得协调你就这样子挂。然后挂画我现在认为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没做不知道那我做了之后回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个效果，就是说你那个房间墙壁大面积的地方你就来给它挂个画为什么？因为这样除了是让它变好看以外还有一个效果是你就是阻止租客在那边东搞西搞，你知道你那面墙白墙哇多好用，我们男的都没差就不管它。女生那会怎么样那上面可以挂很多自己的东西贴纸照片或者是什么，那都有风险会造成那个，像我是有办法处理墙壁所以我没差
啊，如果你不太会处理，或是你因为那个租客觉得这里太空了，去钉个什么东西，然后之后也没跟你讲，反正他画后来就撤掉了，墙上有洞啊，你又不会自己补土，你要请师傅就得不偿失了。你就是让画去占据那个墙，然后也是另一种暗示，就是告诉租客说啊，这边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保护你的那个墙面。我现在想起来是这样那增加视觉的丰富，你就把这个墙给他用掉，不然他自己不会再想去那边东搞西搞这些东西。这我遇过，就是他去有用那个一种我不会解释反正他有去伤害到那个墙那个对我来讲当然没什么，补土让他补过去，然后我就好了嘛那之后就是重新油漆的事情。但是好像很多人不会不会的话，那你就尽量你就是用你的东西去把你的墙给它占据掉不要让那个租客觉得说不然我来挂个东西好了。最常出现的是什么？海报，也不是画海报。那个海报它背后它怎么粘在你的墙上？比较有 sense 的会去买那个粘土就是一种你撕下来它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粘土。那不然的话双面胶就给你上去了，到时候撕下来你这整面墙是要重漆的你不能只漆那个漆被它撕下来的地方，因为这样很难看，那个色差会严重，你就是要重漆了。所以你就让画出现在那里，就可以打断那个租客想这好空不然我要补个什么东西吧的这种念想，有这个效果。然后再来是画，就是抽象到底就对了真的不要再摆人像这种东西，或是色彩很浓烈的东西来呈现你的品味不重要。那个你好好的画是要增加你那个拉高租金不然就是增加你被选择的几率。你不要选了一个画就造成那个租客喜好太分明的东西例如说我去看过，我说真的我是吓一跳的去看一间房子在卖，然后他摆了一个画，那个画也不是常规尺，超大正方形超大，大概多大？75寸电视那么宽然后大概3个电视叠起来的那么大呢，你放那么大的话，然后他放一个是画作是一个女生的头，然后看起来很像那个奈良美智的那种，就是很微妙的表情，好像有情绪在里面这样对，然后又是大红色我看见呢就会有这种东西那个是一定是前屋主怎样非常喜欢，甚至那幅画很贵，可是你要放在出租这个就会造成说你的风格太鲜明反而会去让愿意选择你的族群变少不是得不偿失吗？抽象到底就好了那有很多啦你就反正你就放那个大家接受度最高，你真的都不知道要买什么，你去买IKEA的画就是专门用来反正你怎么摆都不太会违和的情况，也不要在那边在那边去摆什么世界名画，因为世界名画是一回事，但是像梵谷的星空那色彩太浓烈了，你的这种蓝色这种黑色你家里怎么搭会好看？不好处理啦所以说反正你就没事多看 IKEA 看他们他们设计师的水平是真的很高，那你就是看他们怎么摆不违和你就照着摆，大概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你不要像就把那个很巨大的画还人像不好看那当然有很多的那个中古屋在出租，或是老房东的喜好嘛观音我也看过，我不敢猜反正就这样，不要那样那样就会去剔除掉那些潜在的租客，看会惊就放那种抽象的东西，真的虾皮真的很多那抽象到底就对了，你看起来舒服就不会有太大的情况，不要你看起来 low low 的，这不要讲，你看300-400幅这种画，你自然就挑得出我所谓的安全牌就对了。鲜艳的大花，就像东北的那个被子被套棉被那么鲜艳，大家会觉得说这很好。然后还有那个老人很喜欢那个丰收的意象那放超大的芒果的画葡萄的画，那我们现在没有啦，就是往 IKEA 的这种北欧风先看齐就好了，然后不要出现人像，你不要让那个风格去把很多本来可以的然后就把它挡掉了什么 Q 版的东西 Q 版的小人Q 版的动物都比较不要，你就是素素的，然后抽象到底就好，反正接受度是最高的这是我现在的看法，跟你分享。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
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啊，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啊，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